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小点儿。今天我们来做一款香气四溢又不需要揉面的面包——免揉葱面包。先来做一个海绵酵头，我这里用的是常温水，如果冬季室温低，可以用不超过40度的水。加入酵母化开。免揉面团建议使用高筋面粉，有些北美的中筋面粉也能达到11%的蛋白质含量，也可以使用。加入刚才的酵母水，搅拌成糊状。这时候面糊是很散的，没有什么筋性。用筷子朝一个方向搅拌2分钟，你会感到面团开始有一些阻力。盖好，在室温下发酵1个半到2个小时。接下来我们来制作煮面团。这是我们发好的酵头，这时候挑起面团，它已经不那么容易断开了，面筋已经在静置的过程中形成了。面糊里应该是充满气孔的，但是没有明显的酸味儿。如果没有看到气孔，需要再多发一会儿。加入高筋面粉、奶粉、糖、盐和鸡蛋液，用筷子朝一个方向搅匀。开始会有一些干粉，等酵头中的液体都浸透出来，面团就又会变得比较湿黏了。因为面粉的吸水性不同，如果这时你的面团看起来非常稀，可以稍微加一点面粉。先让面团静置10分钟，将无盐黄油室温软化或者微波炉加热15秒左右，需要软化到非常软的程度，这样一会儿在折叠的过程中，黄油才好被面团吸收。手上沾一点水防粘，面团经过静置已经产生了一定的筋性。将黄油抹在面团上，然后不断折叠，大约2-3分钟，黄油就会全部被吸收。开始手上因为有油，所以面团不会沾手，后面如果感到沾手，可以保持手上有一点点水。油脂的加入又破坏了原本的面筋。我们盖上盖子静置总共40分钟。在这40分钟之间，我们每隔10分钟将面团进行一次折叠，手上蘸点水，将面团抻长，然后折叠，转动方向重复4-5次。在手揉面那集我们说过，影响面筋形成的条件，一是水分，2是时间，3是蛋白质含量。所以我们用的是高筋面粉，比较湿的面团，通过静置来让面团自然形成面筋。如果没有这些条件，不经过一定的揉面，面筋形成不充分，最后烤出来的组织就会像馒头一样粗糙。如果仅仅是静置，面团的组织是松散的，不够强韧，无法很好的支撑起面包的结构。通过几次折叠，面筋会越来越强韧，你也能感到面团从软趴趴的状态变得越来越紧绷有弹性。经过3次折叠，在这40分钟内，面团也完成了第1次的发酵过程。处理这种比较湿黏的面团，如果有硅胶垫或揉面垫是最好操作的。上面撒一点面粉防粘，面团上也撒薄薄的一层面粉。这个时候面团是比较粘手的，把手指蘸到面粉中，然后拍去多余的面粉，这样面团就不会粘手了，也不会引入过多的干粉。将面团平均分成8份，将每个小面团折叠几次，就形成了一个光滑的表面。当面团表面变紧绷之后，就不会再粘手了。处理这种比较粘的面团，一定要保证手指上没有粘的面，这就像把透明胶带粘在一个布满粉尘的表面上，会粘不住，不然就会像2个透明胶带粘在一起一样，变得格外粘。将面团盖好，中间发酵15分钟，让面筋稍微松弛一下，方便后面的整形。保持手指上沾有面粉，面团上也撒一点点面粉。擀面杖也是，把面团擀开，然后翻过来，如果有点粘，用刮板辅助一下，拍掉表面的大气泡。最后将面团从上到下卷起来，因为面团太软，这里稍微卷紧一点，这样面包不会太扁平。最后把接口捏合一下，将整形好的面包摆在防粘的烤盘上。面包最后发酵的环境要温暖又湿润，可以把它放在烤箱里，把烤箱灯打开，里面放一碗刚烧开的水，发酵到2倍大。提前把面包拿出来，然后预热烤箱到180摄氏度。准备一把小葱，洗净之后吸去表面的水分，只取绿叶，葱白留着炒菜。葱花不要提前准备，不然会没那么爽脆，
而且拌好放置太久会出水。加入橄榄油、盐和一点黑胡椒，拌匀。发好的面包体积是原来的2倍左右，用手按一下表面，凹陷处会缓慢的回弹。放上拌好的葱花，将面包放到烤箱中层烤15分钟。面包出炉了，葱味真的好香啊！转移到烤架上晾凉。烤面包和烤馒头最大的区别就是面筋的形成。面团如果不经过揉面，面团的筋度不够，烤出来的组织就会粗糙。所以免揉面包就是利用了面筋形成的几个要素：面团的蛋白质含量、高含水量、长时间的静置，再加上几次折叠，来实现很好的面筋组织结构，让你不需要费劲的揉面，也能做出超级松软又拉丝的面包。甜的面包搭配咸香酥脆的葱花，实在是太好吃了。如果你是咸口面包的爱好者，一定要尝试一下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请不要忘记帮我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。B 站的朋友请不要忘记投币、转发、收藏。我是一小点儿，我们下期再见。